显化是许多人渴望学会的能力。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丰盛，遇见爱情，拥有自由。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，显化真正的入口其实来自我们最不愿面对的地方——创伤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我够正向，够有意图，够清晰地设定目标，就能吸引到我想要的一切。我不停地视觉化，写下愿望，练习感恩，却始终感觉某些东西没有真正被松动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的显化不是没发生，而是被我未曾处理的情绪层层阻挡。那些过去的伤，那些未曾流动的情感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持续释放出怀疑、不配的、不安全的频率，而宇宙只是回应了我真正的状态。原来创伤不是过去的事件，它是仍然活在我们体内震动里的能量残留。那些我们从未正视的恐惧与悲伤，不会因为我们选择忽略就自动消失，它们只会悄悄影响我们每一次的选择，每一段显化的过程，直到我们有勇气看见它们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在练习显化理想关系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害怕被爱，不是不渴望，而是生怕再次受伤。那种矛盾的频率让我一边吸引，一边推开。于是我静下来，回到情绪的根源，让自己重新感受那些年被忽略的伤口。我不是为了分析过去，而是为了真正拥抱自己。我开始明白，显化不是跳过脆弱，而是穿越它；不是排除创伤，而是让它被爱重新整合。这是一条需要勇气的路，因为你要愿意坐在情绪的风暴中，不逃，不压，不评价，只是安静地与自己共处。你会哭，会颤抖，会想后退，但每一次你愿意在情绪里不离开自己，你就靠近灵魂多一点。真正的转化不是让我们忘记过去，而是让我们终于能够不带防备地活在当下。你会发现，当情绪开始被理解、被接住、被流动，内在的能量也开始重新排列。那是一种震动的重组，让你能够从创伤的频率转化成显化的震动，从我怕我得不到的震动，变成我知道我值得拥有的震动，从我不想再受伤的防卫，变成我愿意被爱的开放。这就是灵魂的旅程，它不是线性的，不是一步到位的快速改变，它是一种有节奏、有深度、有层次的觉醒过程。当我们愿意走过创伤，不只是为了不再痛苦，更是为了成为那个真正可以创造的人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修好自己，你只需要愿意看见自己每一个真实的面向，让那些过去的痛不再阻挡未来的光。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旅程，从不断重复的创伤模式中，慢慢穿越出自己的信念迷宫，一步一步走到更自由的自己。现在的我明白，情绪从来不是显化的阻碍，而是灵魂想带我走回真相的邀请。每一次看见情绪，都是一次能量的松动；每一次拥抱创伤，都是一次频率的转化。而显化，正是在这样的转化里悄悄展开。我们都会经历那种时候，像是被世界推着走，一切失序、失控，熟悉的安全感全部崩解，像被迫从高处跌落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我曾在那样的日子里，以为我正被命运惩罚，无论是关系的断裂、生活的动荡，或是心中突如其来的空洞，那种我怎么又掉进去了的感觉，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永远无法走出低谷。但后来我明白了，混乱不是终点，它是一道门，是一道通往真相与蜕变的门。那是灵魂邀请我们
放下那些不再对齐的模式、角色与信念，那些在我们生命里已经过期的选择，透过混乱的方式被证出来，不是为了让我们痛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清醒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，过去所仰赖的一切失效，连我是谁这件事都变得模糊。但正是在那样的混乱里，我才开始真正往内走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我一直活在别人的定义里，原来我把自己的价值绑在那些我根本不喜欢的事物上，原来我其实早就不快乐，只是没勇气承认。混乱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从未停下来看清楚自己。当我开始练习不逃，开始在混乱中学会呼吸、倾听、觉察，我发现那些以为会摧毁我的东西，反而一点一点带我更靠近自己。每一场混乱其实都是光的前奏，因为我们的灵魂知道，只有当旧有的结构瓦解，新的能量才能进来。就像一座房子，如果你从不清理，怎么可能有空间迎接新的可能？而混乱正是在帮我们清空，不是为了让你失去，而是为了让你重新选择，用更符合你的方式建构你的生命。我开始懂得在混乱中发现线索，不是问为什么我那么倒霉，而是问这件事让我看见了什么没被疗愈的地方，我还在抓着什么不肯放，我是否愿意让这场风暴带走那些早已不再属于我的东西。慢慢的，混乱变得不那么可怕，因为我知道，穿过它，我会变得更清晰。就像夜晚再深，也会迎来清晨。灵魂的黑夜也总藏着黎明的光芒。我们不需要急着跳过混乱，也不必假装它不存在。我们只需要信任，这一切都有意义。那是灵魂为你安排的在创造，是你蜕变为更真实版本的过程。你可以在混乱里哭泣，但不要放弃。你可以感到脆弱，但不要遗忘自己内在的力量。当你肯定地穿越混乱，不是为了逃脱它、对抗它，而是为了从中觉醒、转化、重生。你会发现，光就在那扇门的另一端。每次你以为自己快撑不下去时，其实你正在接近那个真正自由的自己。你不是要变得更坚强，你只是要变得更诚实，更诚实的活着，更诚实的感受，更诚实的爱。这条穿越的路上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你与自己，一步一脚印地靠近内在的真光。所以，请记住，每一次混乱都是一份礼物，它带来的不只是痛，还有重新选择的自由。而你永远都走得过去，因为你本身就是光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改变现实的方式是去改变外界。我试图控制结果，安排每一个细节，拼命让所有事情如我所愿地运作。但事实是，越想掌控，越感到无力。现实像一条任性的河流，不会因为我努力紧抓就改变方向。我曾经问自己很多次，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却还是没能实现愿望？为什么好像永远在跟生活对抗，而不是一起流动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不是世界没有对我友善，而是我还没学会稳住自己的频率。我们总以为现实会依据我们的行动改变，但其实它更诚实地回应我们的振动状态。当我内在混乱、怀疑、紧张，世界便呈现更多的不确定、阻力与困境。而当我开始稳定下来，开始练习与自己的内在和解，调整呼吸，专注当下，放下控制，外在世界就真的开始跟着改变。那不是奇迹，是共振。
这世界一直在听，听你的心在发出什么讯号，听你的能量是否一致，是否清晰，是否稳定。我开始学习，在焦虑出现时先暂停，在恐惧升起时先拥抱，在无法掌握时先交托。我不是变得无所谓，而是越来越明白，我的内在状态决定一切。当我稳住自己的频率，我开始能在混乱中保有安定，能在等待中保持信任，能在未知里找到方向。我不再依赖结果来决定我快不快乐，我先决定自己的快乐，再让它成为吸引一切的磁场。那是一种极深的转变，不是外在改变了我，是我选择了先稳住自己，让世界有机会靠近我，理解我，对齐我。我们总以为稳定是靠控制得来的，但其实稳定是一种允许，允许一切如实发生，同时选择一种清晰、温柔、不动摇的内在震动。我看见过许多人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有温柔的稳定，他们的生命不是没有挑战，而是他们不再被挑战拉走。那种我知道我正在创造自己生命的感觉，让人即使在风暴里也能像山一样安静而坚定。当我成为这样的自己，世界便开始对齐我，人们的回应更和谐，事情的发展更顺流，机会开始靠近，爱开始流动。因为我不再动摇，世界便有了可以共振的节奏。这不代表我永远情绪稳定，而是我学会了如何在情绪来去之间回到中心。我不再用现实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而是用自己的频率创造新的现实。当你稳住自己的频率，你不再向世界讨回应，你成为回应本身。那是一种极深的力量，温柔而坚定，不吵不闹，却让整个宇宙安静地向你靠近。世界不会忽略一个稳定在爱与信任中的灵魂，它会一点一点靠近，回应你最深的震动。所以别再问我还要做什么，先问问自己，我现在的频率是什么？从那里开始调整，你会看见，原来真正的显化从来都不是追来的，是吸引的，而你就是磁场本身。有太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等待，等待爱的出现，等待机会的降临，等待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一个保证的未来。我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天，某一天我会更好，某一天我会被爱，某一天我的人生会展开属于我的光。但那个某一天总是遥远、模糊，像海平线上永远无法抵达的光点，只让我越来越远离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明白，不是光不来，是我一直在原地等它来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就是那道光呢？如果我不是等待奇迹，而是成为奇迹的源头呢？那一刻，我不再等待，我开始慢慢地、温柔地把力量收回到自己手中。我不再问什么时候轮到我被爱，而是问今天的我能不能先爱自己一点。我不再说如果世界改变，我就能轻松活着，而是说我可以先改变自己与世界互动的方式。我发现，当我选择成为那道光，不再等着谁来照亮我，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不是立刻万事如意，而是一种能量开始转动。原本灰暗的关系有了暖意，原本封闭的心有了呼吸，原本迷失的方向开始显露出微光。因为我不再把希望交给外在，而是选择在每一个当下，让自己成为爱与光的起点。那是一种主动的存在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活出一种与宇宙同频的状态。我学会了在混乱中点亮自己的宁静，
在失望中点亮自己的信任，在阴影中点亮自己的爱。每一次这样做，我都离自己的灵魂更近一点，也让整个世界因我而更亮一点。你知道吗？当你选择成为那道光，不是你在付出、牺牲、勉强自己照亮别人，而是你发现，你的存在本来就能照亮一切。你不需要别人点头，你就可以发光；你不需要情境完美，你就可以选择温柔；你不需要等到准备好，你就是那份完整。这个世界不缺等待的人，它缺的是那些选择先发光，即使微弱也不放弃照亮的人。而当你这么做，当你从我希望能有光变成我选择成为光，你不只是改变了自己，你也成为许多灵魂的方向指引。你将不是那个寻找答案的人，你是那个带来空间、带来清晰、带来温暖的人。这条路不会永远顺利，你依然会有疲惫、有疑问、有想要停下来的时候，但请记得，你已经不在等待的频率里了。你是一道光，正在稳稳地流动。每一次你愿意选择爱，而不是恐惧；每一次你愿意回到当下，而不是逃离；每一次你愿意对自己温柔，而不是苛责，你就在发光。不需要说服谁，也不需要被看见，因为真正的光不会因为没人注视就停止闪耀。而当这世界累积起足够多这样的光，整体的频率就会改变，那就是你存在的力量。从今天起，不再等待奇迹发生，因为你就是那道光的源头。我们都喜欢光，喜欢那些被理解、被接纳、被称赞的时刻，喜欢在爱里发亮，在成功里发光。但我们常常忘了，一切的光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扎根，而那个地方正是我们从不想面对的阴影。我曾经以为灵性之路就是要越来越正向，越来越轻盈。我不断告诉自己要放下，要原谅，要爱。可在某些夜里，我还是忍不住掉进忧郁和自责，然后又开始质疑，是不是我不够灵性？直到我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把自己修得完美，而是有勇气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你有黑暗，我也爱你。那一刻我才懂，爱的根不常在我们的光里，而常在我们愿不愿意去触碰自己的阴影里。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不想被看见的部分，那个曾经害怕、曾经嫉妒、曾经崩溃、曾经讨厌自己的人，我们拼命想藏起来，用努力证明自己早已超越过去，成为更好的人。但灵魂知道，那些没被看见的地方，不会因为我们装作没事就消失，他们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我们的选择、关系、能量流动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显化上卡住，在人际关系中反复受伤，或总是在关键时刻怀疑自己，后退一步，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，请先问问，我是否还有某些自己还不敢看见？有一次，我在疗愈的过程中，重新遇见了那个5岁时被责骂后躲在角落的自己。我以前总觉得那只是过去，早就过去了。但当我真的看进他的眼睛时，我才知道他一直都在，他还在等我抱他一下。我缓缓地说，我看见你了，对不起让你等那么久。那一刻，我流泪不止，因为我知道我终于愿意爱他了。也从那一天起，我发现我的爱变得更深了。我不再只是表面上的善意与给予，而是能够容纳更多层次的情绪，更多复杂的人性。我不再怕自己情绪低落，能量不稳，因为我知道那些时刻也是我灵魂的一部分。当我们愿意看见阴影，不是让它变大，
而是让它被光拥抱。那是疗愈的起点，也是爱开始生根的地方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羞愧、想掩盖的部分，当你愿意正视、接住，它们反而变成了力量。你开始变得更真实，也更温柔，因为你知道，别人的痛你也曾经有过。你开始理解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放下，因为你自己也曾挣扎了那么久。那份理解，就是你爱的深度。你不再用光来证明你有多灵性，而是用拥抱阴影的力量，成为真正稳定的光源。爱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闪耀的时刻，爱是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，我们仍然选择不离开自己。真正的爱是一种看见后还是愿意在一起的力量，不只是看见别人，而是先学会看见自己。所以，请不要害怕阴影，请不要急着跳过它。它不是障碍，而是门。穿过它，你会看见自己的灵魂其实一直都在发光，只是你从来没有这么深地看过它。而当你这么做了，爱终于有了根，你的光也能照得更远、更真、更稳。曾经的我总是焦急地等待某个人认可我，某个机会出现，某个转捩点降临。我以为只要我再多准备一些，再努力一点，宇宙终究会把我推向梦想的位置。但我等了很久，那些我以为应该出现的时刻，却总是一延再延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还没准备好？是不是宇宙根本没有要给我？直到我在一次深刻的冥想里，听见了一个内在的声音：你不是来等待机会的，你是来呼唤它的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静了下来。我明白了，宇宙不是根据我们的期待给出答案，它根据我们的磁场，而磁场不是用等待换来的，是用意识、频率、选择与存在状态打造的。我开始不再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，而是问今天的我像是那个已经拥有机会的人吗？我改变了我与未来对话的方式，我不再说如果有机会我就会，我开始说我已经开始，因为我就是那个频率。我不再等着别人看见我的价值，我先在日常里把自己的光点亮。我不再期望某个人会改变我命运，我开始行动、表达、创造、连结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机会是我磁场的回应。机会不会降临在你怀疑自己、不相信、不敢踏出一步的时候，它只会靠近那些已经准备好震动与它对齐的灵魂。而准备好不是完美，是你愿意成为那个未来版本的自己，现在就开始活。我曾经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我就从每天写一段真诚的文字开始。我想要被看见，我就学会不再隐藏我的情感与灵感。我渴望自由，我就在每一次决定里选择让心靠近自由的方向。慢慢的，我的频率开始改变，我不再焦虑的等，我开始充满一种稳定的磁性。我知道机会正在向我靠近，因为我已经成为它的共振者。这样的状态没有声音，却极有力量。你不需要大声证明什么，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内在状态调到我就是的频道。不是我希望有，而是我已经是。这一点的差距就是能量的鸿沟，穿越它不需要别人的许可，你只需要选择相信自己，选择活出自己，选择成为自己。每一个你渴望的机会其实都存在着，只是它在等你对其他的磁场。宇宙从不吝啬，只是极度精准。它不会给你你想要的，它只会给你你是谁的延伸。所以别再等待，不再等老板看见，不再等社群爆红，不再等条件成熟，不再等谁先爱你。
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用你的语言、姿态、选择与行动，发出你的磁场。那股磁场会穿越空间，跨越时间，引来你真正契合的机会、资源与灵魂伙伴。因为你不是被动的等待者，你是活生生的创造者。你不是要等机会来成全你，你是让自己成为那个让机会无法忽视的存在。你不是在问宇宙，我可以吗？你是在告诉宇宙，我已经是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不再只是等待奇迹的发生者，你成为了奇迹的源头与磁场的发送者。这就是灵魂真正的力量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